上一讲谈到，就在栾打贵震天下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事有凑巧，还是发生了天人感应。总之，汾阴后土祠旁边发现了一只大鼎。正因为江湖骗子弄虚作假的事情太多，以至于发现祥瑞之后，武帝并不敢轻信，而是安排有关部门严加调查。结果呀，很让人惊喜，没人造假，真的是一次偶然发现。当然，偶然的背后藏有因果。前面讲过，早在文帝时代，江湖术士辛元平语出惊人，说周朝的大鼎当年不是沉入泗水了吗？如今黄河涨水直通泗水，自己忘气的时候，正好发现汾阴地胆有金宝器啊，这应该就是周鼎重现人间的征兆。征兆都有了，不去主动迎接周鼎的话，就会错失这个良机啊。于是汉文帝派人去汾阴修庙祭拜，但就在这个时候，辛元平其他弄虚作假的勾当被人揭发了，祥瑞变成了闹剧，迎接周鼎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以辛元平的行事风格，一定已经把所谓周鼎预先安排好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伏笔一伏就是好几十年。终于到了武帝时代，一件只有花纹却没有铭文的大鼎，清清白白的现身人间，被各级官员赋予了各种美好而肉麻的伟大意义。武帝到底还是有几分疑惑，说近年来黄河泛滥，粮食欠收，所以朕才会巡视全国，祭祀地神，百夺地神，让老百姓有点好收成。今年的收成好坏还看不出来呢，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现身呢？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假如当时还有批评自由的话，那么很轻松的就能找得出来诸如在德不在鼎这种理论资源。鼎无非是个人造的物件，没有必要把它看得那么重。但时代已经变了，饱读诗书的知识官僚们讲古论今，给了武帝好一顿如连绵江水滔滔不绝的吹捧。总之，这就是莫大的祥瑞，并且武帝特别配得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距离盛大的封禅仪式就已经不远了。同年秋天，立已故常山王刘顺的另一个儿子刘商为泗水王。《资治通鉴》之所以单买福歌记录了这样一条内容，应该是因为作为史料源头的《史记》有脱漏，《汉书》从《史记》照搬过去，《资治通鉴》又从《汉书》照搬过去。事情不重要，我们倒也不必深究。这一年里，汉帝国的政治面貌被《资治通鉴》大书特书，一言以蔽之，就是酷吏遍天下。原先提到酷吏，还能说出个张三李四来，如今政坛全是酷吏，原先的张三李四被后辈一衬托，竟然变成了温和派。真正的温和派硕果仅存，几乎就只剩下左内史倪宽一个。内史的本意是内政长官，内史的管辖地区因此也被称为内史。汉朝开国以来，内史的管辖范围就是大长安地区。文帝时代，内史一分为二，这才有了左内史和右内史。等到武帝太初元年，右内史的地界又被分为京兆尹和右扶风两部分，左内史的地界改名为左平邑，三者合称三府。我们读唐诗经常看到的三府如何如何，就是这么来的。元鼎4年，左平邑还叫左内史，管辖左内史的长官也叫左内史。按说，在那个酷吏竞相比酷的官场风气里，一个人既然能做到左内史这种核心地区的高级干部，那就不大可能是个善男信女。但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例外。倪宽出身贫寒，前半生酷似朱买臣，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吃得下苦，坐得住冷板凳。既然是张汤慧眼诗人一手把他提拔起来。《汉书》记载有倪宽的全部生平，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倪宽不但在武帝一朝堪称官场奇迹，放在历朝历代都是为官典范。倪宽不但学术功底扎实，业务能力过硬，而且执政温和，很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但群众喜欢他，酷吏风格的领导喜欢他，特别拿人才不当回事的汉武帝也喜欢他。而倪宽
做好人做好官，一路呢竟然顺风顺水，逢凶化吉，最后还落得一个善终。看来高尚未必一定就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梵谷给出过一个解释说，倪宽呢虽然性情温和，是个好人，但脑瓜够用，很知道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周全。在左内史的任内，倪宽遭遇了一场考验。以倪宽的风格，既然宽以养民，那么在征收租税的时候就很有人情味儿，而人情味儿一多，自然呢就完不成考核指标了。放在平时倒也罢了，但正值朝廷发动军事行动，后勤压力大，倪宽的租税完成量在同级干部当中垫底，马上呢就要遭到免职的处分。当地百姓听说了这个消息，生怕倪宽被免职之后，继任者大概率会是个如狼似虎的家伙，于是乎家家户户用力给朝廷交粮食，富裕家庭用牛车拉，贫苦人家呢用担子挑，络绎不绝。转眼间超额完成租税指标，让倪宽从业绩垫底一跃成为全国第一。事情就发生在武帝的眼皮底下，武帝本来就喜欢倪宽，自此之后更加对倪宽另眼相看了。当然，倪宽只是当时的一个特例，普通人如果要在官场上升级打怪，到底还得是做好酷吏那一套。本年度的另一个重点是汉帝国派遣把陵人安国少纪出使南越。事情呢还要从20多年前说起，当初汉帝国帮助南越平定了闽越之乱，充分尽到了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义务。然后武帝派庄助出使南越，提点南越王赵胡，传达的意思很明确，我们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你们总得表示表示吧。赵胡呢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示，派太子赵婴齐到汉武帝身边当差。说是当差，这其实就是治此的传统。送太子当人质，这已经是治子当中的最高级别了。那还是建元6年的事情。转眼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初赵婴齐来到长安，在汉文明的花花世界里娶了邯郸鸠氏女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兴。资治通鉴没有交代赵婴齐在老家是有老婆孩子的。赵婴齐守着长安的新家庭，和老家的老婆孩子一别10几年，在得到了父亲赵胡病危的消息之后，这才辞别了武帝，带着鸠氏女和赵兴回国继位去了。完成继位程序之后，赵婴齐首先做了一件事，把曾祖父南越武帝赵佗和父亲南越文帝赵胡的2颗帝号打印收起来了，表示自己只称王不称帝。当年赵佗和赵胡虽然在汉帝国面前也只是称王，但关起门来山高皇帝远，到底还是称帝的。赵婴齐这样做，根据李虎先生的解释，毕竟赵婴齐常年在长安做质子，对于汉帝国的制度、国情和实力都有切身体会，对汉帝国和南越国的力量对比是有清醒认识的。赵婴齐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向汉帝国上书，希望征得汉帝国的批准，给鸠氏女和赵兴以王后和太子的名分。看样子赵婴齐很有一颗亲近汉帝国的心。但不正常的是，赵婴齐继位之后，本该到长安履行朝见义务的，但无论汉帝国派来几批使者连番敦促，赵婴齐就是原地不动。之所以如此，资治通鉴给出的解释是，赵婴齐在国内作威作福，享受着生杀予夺的权柄，一下子就上瘾了，生怕到长安朝见之后被汉帝国的法律管束，南越国变成内地诸侯国一样。所以赵婴齐学习先父赵胡装病装到底，派王子赵次公到长安做郎官。以上内容史料出处是《史记南越列传》。如果所言不虚的话，这就意味着以赵婴齐长居长安10几年，深入了解过汉帝国的政治模式，这种担心应该就不是杞人忧天了。汉武帝恐怕真的有心吞掉南越。张婴齐即便派儿子到长安宿卫皇宫，派的都不是太子赵兴，而是另外一个儿子，背后的这份忌惮情绪显然比当年他的父亲赵胡更深。但是赵婴齐机关算尽，偏偏没算到自己的寿数，装病没装多久就真的死了。
太子赵兴继位，赵兴的父亲鸠氏女升格为南越太后。鸠氏女原本就是汉人，赵兴又是生在汉地，长在汉地，这母子二人对汉帝国的认同感天然就高于对南越这个虚幻的祖国的认同感。而这种心态，南越的元老重臣们又怎么可能感受不到呢？于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汉帝国派遣安国少纪出使南越。而这位首次在历史上亮相的安国少纪之所以被选中为使者，是因为他有着另外一个身份，南越太后鸠氏的前男友。国际关系的大事上面能做出这种安排，这真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我们下一讲再见。